朋友们，在这茫茫人生旅途中，许多人时常会遇到不公与被欺负。面对那些令我们难以接受的伤害，心中总是充满压抑和愤怒，期待加害者受到报应。然而，看到施害者安然无恙，甚至生活得以蒸蒸日上时，不少人内心愤怒、不甘与委屈，质疑因果报应是否存在，却迟迟不见恶有恶报的迹象。这种情绪不仅影响心态平衡，也动摇了行善与道德的信念。然而，随着2025年的到来，通过生命灵数的角度来看，这一年象征着因果的清算与循环的结束。在生命灵数和九子离火运的相互作用下，2025年在数字9的影响下，意味着过去的行为无论好坏，都将进入一个回报的周期。许多积累下来的善与恶将浮现结果，不论是个人层面，还是集体的社会层面，这一因果的清算或许能带来新的平衡。在开始之前，请点击订阅按钮并开启通知，成为我们频道的一员，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未来更多深度探讨和启发性内容。你的回应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现在，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今天的议题吧。根据生命灵数解读，2025年是个9年，因为2+0+2+5等于9。在生命灵数中，9象征循环的结束完成和因果的清算，因此有几个特别明显的现象。首先，2025年开始，许多人会面临需要偿还过去行为后果的情景，也可能在关系或事业上看到之前积累的结果。这种业力回归是为了让人们放下旧的负担，完成未尽的因果循环，开启新的成长。第二，个人和集体的清算。生命灵数中，9年通常带来深刻的情绪反思，推动人们重新审视内在世界。2025年也被认为是集体意识提升的一年，许多个人会面临过往行为的清算，这不仅仅限于物质层面，更强调心灵成长和道德层面的转化与提升。例如，任何因怨恨、嫉妒或贪婪而做出的行为，可能会在2025年显现其后果，使人们意识到这些负面情绪的影响，从而促使人们改变内在，重视灵魂的提升。第三，行善积德，业力平衡。如果想在2025年获得更好的业力回报，生命灵数着眼于善行、宽恕和无私的助人行为。数字9也与人道主义和服务精神相关，意味着帮助他人、无条件的给予，可以平衡个人的业力，助其带来内心平静和生活正能量。所以，人永远争不过天，恶永远赢不过善。2025年因果法则的运作将愈加明显，每一个伤害他人的行为都将最终反噬施害者。恶言恶行犹如回头箭，最终的伤害只会回到行为者自己身上。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行为都有天眼在注视，只要内心存有歪念，必然会受到相应的惩罚。
这一年，我们将深刻体会到善恶中有报的道理。善行将得到及时的回馈，恶行则可能迅速显现其后果。你付出什么，便会得到什么。你如何对待他人，别人也将以相应的态度回应你。2025年的因果循环会让我们意识到，人生是一个修行的过程。行善之人能够问心无愧，而作恶之人则会面临内心的惩罚。在2025年，许多人将会体验到一种不同寻常的转变，特别是那些曾经被欺负或遭受不公的人。过去或许你曾看到那些欺负你的人，似乎毫发无损，甚至过得很好，令人难以接受。然而，生命灵数和因果法则告诉我们，真正的命运从来不是由外表决定的。那些以不好的方式对待他人的人，其实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了自己的倒霉之路。2025年是一个9年，象征着因果的清算与轮回的结束。在这一年，过去的行为终将得到应有的回报。那些在欺负他人、做出恶行的人，最终将面临其行为带来的后果。他们所经历的痛苦，正是他们曾施加于他人的折磨的回响。这种回响反映了宇宙的自然力平衡法则，善恶到头终有报。因此，你无需再去诅咒或怨恨他们，因为命运自会为他们送上应得的结局。更重要的是，正是那些经历了欺负与不公的人，在未来的日子里将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庇护与解脱。因为在遭遇这些不幸时，你的灵魂经历了考验并逐渐成长。这些曾经的痛苦与挫折，可能正是在替你挡灾挡祸，为你铺就更为光明的未来之路。所以，面对即将到来的2025年，心怀希望，积极向前。善恶的因果循环必将让每个人都收获自己的命运与结果。欺负别人的人，这一生终将不会有好结果。我们无需诅咒他们，因为命运自有其因果和回响。欺软怕硬本身就是一种德行缺失的表现，而当这种行为不断重复时，他们的路早已指向了不幸的结局。所以别与这种人太过计较，他们欺负你，其实是在替你分担灾厄。你总是听到要善良，要做好人，可结果却似乎是受人欺负。没关系，不用担心，因为当你吃亏舍得放下时，命运会在其他地方悄悄补偿你。只是眼下你得到的福报与失去的尚未明显相连，但请相信，善恶有报，这只是时间问题。要深信因果，这并非迷信，而是一种科学道理。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下善因，必收获善果；种下恶因，必承受恶果。所以，如果有人伤害你、陷害你，不必执意去报复，因为善恶终有报应。凡是恶意重伤你、掠夺你、让你受罪的，别急，腐烂的果实自然会从树上掉落。记住，你在积德，他在作恶，
人在做，天在看，他的不善，老天自会有公正安排。所谓天道有轮回，何曾饶过谁？正如古人所说，让目光投向远方，把心胸放宽如海，不必计较一时一世的对错，拥有10年100年后再看今日的气度，才是人生的智慧。有些人伤害你，委屈你，还要求你保持沉默，与此同时，他们在外到处散播谣言，颠倒黑白，肆意抹黑你，用恶语重伤，目的就是让别人孤立你，造谣生事。恶人先告状，装作受害者的模样，把自己描绘成受尽委屈的无辜者，好掩盖他们对你的伤害。他们害怕真相被揭穿，害怕别人会同情你，于是用各种手段让你闭嘴，甚至用道德来绑架你，令你产生愧疚感，将一切错误强加于你。他们伤害了你，却反过来攻击你，毫无愧疚，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欺负你并不算错，反倒认为是你自找的。但你要记住，诬陷他人的人终将遭到报应，害人者最终必害己，这便是天道循环。你有没有感觉到，那些伤害你让你委屈的人，反倒装出一副比你还受委屈的模样，好像被伤害的是他们。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你揭开他们的丑恶行径，让真相浮出水面，他们的伪装被撕开，恼羞成怒，便开始反咬你一口。他们心里清楚，是自己在欺负你，但他们却要求你闭嘴，不许提起过去的事，否则就是你翻旧账，就是你无理取闹。而当你想讲道理，他们则会冷嘲热讽，说事情早就过去了，不是什么大事，认为是你太敏感，太过分了。这样的伤害对他们来说微不足道，根本不值一提，而你的感受，他们更是毫不在意。你身边也有这样的人吧？天下之恶，莫过于3种。你看看周围是否有这样的人？第1种，恨你有，笑你无，嫌你穷，怕你富，看不得别人好。别人未必不好，但他肯定不好。第2种，略有所得，便自鸣得意，刚赚了点钱便开始炫耀，忘却了往日的艰辛和低调。第3种，以小权谋，为难他人，以手中的微小权力刻意为难别人，竭力制造不便，只为满足自私的优越感。欺负他人的人，这一生注定没有好命运。无需诅咒他们，因为欺软怕硬的人本身就缺乏德性，而德性不足之人反复做出伤害他人的行为时，已在无意中踏上了自我倒霉的道路。他让别人难受，以为自己能更好，实则不知，这种行为只会引他走向困境。我想告诉大家，面对这样的人，不必再生气，因为他在无意中成了你的消灾者。或许你会疑惑，我怎么会有灾呢？其实每个人的命运中
都有隐藏的波折和坎坷，可能就会在某个时间点出现。但若有个人忽然出现在你的生命里，让你难堪，冲撞你，甚至让你走了另一条路，那你可能就绕开了原来的坎，避开了那一劫。所以真正豁达的人会逐渐懂得感恩，回首时甚至感谢那些给自己带来挫折，让自己不快的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无意中帮助你规避了更大的劫难。命运安排的最优路径，有时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呈现。我们吃的亏受的委屈，在看似不相关的地方会转化成另一种得意，这正是因果的巧妙之处，不需我们刻意求得，命运自会调节。有人问，是否要诅咒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呢？在人世间，最不该做的就是诅咒别人，因为当你诅咒他人时，实际上是对自己种下了恶念，这个恶念最终会结出恶果。不论这个果何时显现，它依然在你的生命中扎下根，因为因果不虚。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不要去诅咒他人，因为这样做既无益于他们，对你自己更无好处。尤其是在2025年来临之际，你种什么因，便得什么果的效应会更快显现。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去诅咒任何人，更有智慧的做法是学会宽恕。每个人都会遇到令自己受伤的时刻，那些能伤害到你的情节，往往正是你生命中注定的考验。生命中失去的东西本来就不属于你，因而面对这些际遇时，更该有一份从容与接纳，允许一切发生。通过经历这些事件，你才能提升灵魂的高度，这就是离苦得乐的真意。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些考验，你应该心里有数了。不过这段话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能难以理解，若你能听懂，那你已然具备了更高的智慧。那些伤害你的人已经做出种种恶行，又何必多言？不需要解释，直接远离就是了。生活中的磨砺让你明白无需争辩，丰富的阅历教会你不必纠缠，而旅途中的豁达使你放下计较。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最大的轻蔑是不屑一顾，连眼神都不屑于投过去。最有力的回应就是无视，无需理论，更无需听任何辩解，因为他们不值得。对于那些打击、贬低、伤害你的人，能远离就远离，能遮蔽就遮蔽。世界不会因谁而停转，离开了某些人，你的生活依然可以精彩。很多你曾看得很重的东西，过一段时间才发现其实毫无意义。许多让你纠结的事，后来回头一看，根本就不值得在意。其实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不过3件：好好挣钱，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其他的事随他去，不做也无伤大雅。人生的第一条法则就是学会欣赏自己，无条件地经营好自己的人生。每个人来到这世上，
不过是匆匆一程，几十年后都会离开，没有例外。记住，先为自己负责，再谈对他人负责。我就是我，是独一无二、绽放光芒的星星。从今天起，若有人伤害你，就和他说一声再见吧。我向宇宙宣告，不允许任何伤害我的人再进入我的生活。我不会去报复，因为作恶的后果自然会有天道来清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说是不是？人永远无法胜过天，恶永远无法战胜善。一个人若伤害他人，最终受伤害的必定是自己。那些难听的话，最终也会回到自己身上。那些伤害他人的行为，终将化为回头箭，伤及自身。心存歪念的人，自然会遭到报应。善恶终有报，远报子孙，近报此身。你如何对待他人，他人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回报你。人生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行善的人心安理得，行恶的人则寝食难安。这就是因果，你记住了吗？我们无法真正伤害任何人，伤害他人最终只会害到自己。同样的，我们也无法真正帮助别人，帮助他人最终也是在帮助自己。大家冷静想一想，这一点很明了。我们常常会觉得我在整他，真让人开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所有的事情都会回到自己身上，最终的结果必然会影响到自己。为什么要积德行善？我听过的最好的答案是，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当你遇到困难时，真正能帮助你渡过难关的，不是他人，也不是金钱，而是你今天的善行。人生最大的保障就是积德行善，而信仰和福德，则是面对灾难时最坚实最有力的保护伞。其他的事情都不如这一点重要。我们一定要牢记，聪明的人懂得用今生的善行，为自己和子孙培养世世代代的福报。世界上最容易积德的3件事，即使你只做了1件，未来也会带来无尽的福报。如果你都做过，那我真心祝贺你，你将一生平安，吉祥如意，你的后代也必将光宗耀祖，福寿绵延。请你务必相信，第1件事，孝敬父母。即使命运多舛，孝顺父母的人也会拥有无可抵挡的福德。孝顺的人通常会收获3种善果：好运连连，安稳无病，健康长寿。第2件事，常说善言善语。若一个人说话不好听，往往命运也不会太好。命运是由自己创造的，容貌则由内心决定，祸从口出。因此，不要用尖锐的言辞掩盖心中的善良。善良的人绝不会说出恶毒的话，只有说出善言，才能结下善缘，吸引好运。第3件事，行善布施。你可能以为行善布施是在帮助别人，实际上你
是在帮助自己积累福德。布施并不是在吃亏，实际上舍出去的钱财将会成倍返回，流出的善良也会带来无限的福报。希望大家记住，爱心出发，爱意回归，善行出始，福报常伴。不论别人如何对待你，请记住这句话：好人必有好报，坏人必有坏报。你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伤害的每一个人，最终伤害的都是你自己。而你所帮助的每一个人，实际上也是在帮助你自己。你对他人的善良，可能无法确保他们回报你，但你必将越来越好。反之，如果你天天想着伤害他人，结果可能无法预测，但最终受害的必定是你。当你试图算计他人时，终将被他人所算计；而当你努力成就他人时，别人也会反过来成就你。正如《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所说：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是故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菩萨与众生之间是相互成就的。无论这个世界如何对待我将永远以善心善念对待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人。别人如何对待我，那是他们的因果；我如何对待他们，那是我的因果。凡是动刀剑的人，最终都会死于刀下。即便今天有人对你不好，也无需在意，老天自会收拾他们。时间会证明，好人终究会获得好报。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但却真实存在的东西，那就是运气和福报。我们要多做善事，做对自己和他人都有益的事情，绝不骗人，绝不伤人，这样才能积累福报。因此，各位请善待生命中出现的每一个人，包括那些可能伤害你、扮演黑天使的人。朋友们，请认真听，做人不能缺德，不能在人前耍心机，背后搞阴谋，风水轮流转。那些坑你、骗你、伤害你的人，谁也逃不过老天的眼睛。也许你可以一时得逞，但最终你会发现，善恶到头终有报。2025年注定与以往不同，这一年是因果回归的一年，特别适合反思与调整。数字9象征着循环与结束，意味着过去的种种行为会在这一年迎来最终的清算。在人间正道上，天道有轮回，若你糟蹋了一个真心对待你的人，迟早会遇到无情冷漠之人。这不是恐吓，而是宇宙的自然法则。每个人的行为都在不断累积，因果法则无处不在，真正的正义不会缺席。那些曾让你承受委屈与痛苦的人，必将在未来某个时刻遭遇同样的境遇，甚至是更大的回报。因为恶人总会遭遇更恶之人来惩罚，所以那些自以为聪明，将他人视为傻子的坏人，他们的所作所为终究会在阳光下暴露无遗。
2025年将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它将为每个人带来清晰的回馈与教训。在这个因果法则显现的时刻，我们应该从以下4个正确的心态迎接它：一、接纳因果，学会放下。首先，我们需要接纳因果法则的运行，而非强求及时的回应。事实上，因果的法则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深奥且持久，这是宇宙永恒的法则，而非我们以人类情感所期待的短期报复工具。它在时间的长河中运行，未必会以我们希望的方式或速度呈现。要明白，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他们的恶行终究会反噬自己，无需我们额外加以干预。二、修心修行，积累善缘。面对不公与怨恨，最好的方式是修心修行，通过积极的行为为自己创造福报，帮助有需要的人，关怀身边的弱势群体。这些行为不仅能让我们感到充实，还能带给我们更多生活的美好。三、放下对报应的执念，不要过度关注加害者的下场，这种执念只会让我们的情绪陷入不必要的波动。记住，深信因果法则，宇宙自有其运行的规律，我们无需干预或质疑。四、感恩生活中的磨练。过去的磨难其实是为了让我们更坚韧、更成熟。感恩这些经历，因为它们为我们带来了宝贵的智慧与成长。朋友们，2025年是业力总结与重新开始的一年，也是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生活的绝佳时机。在这一年，我们应该把焦点放在如何提升自我，修复内心，积累善行，而非纠结于过去的恩怨。记住，因果的力量从未缺席，也从不偏私。过去的所有选择与行为，都将成为我们未来的蓝图。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每一个当下播下善良的种子，期待它们在未来结出幸福的果实。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在2025年收获内心的平静与真正的幸福。这是因果的智慧，也是宇宙对我们最深的祝福。朋友们，感谢你看到这里。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请按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善恶到头终有报，因果轮回必来到。愿你行善积德，消灾解厄，善心不变，得偿所愿。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欢迎加入会员，超级感谢！积极点赞分享，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慧，随喜转发，助人助己，自觉觉他，觉醒圆满，功德无量。